第1087章阳火古坛。青年平淡的声音如水流般的划过大厅，令得所有人都是一愣。这般语气当真是不同一般的狂。那名为赵黑秦魔的黑衣老者闻言也是怔了怔，旋即脸色缓缓地阴森而下，目光如同凶狼般地望着那对着大厅之内徐徐而来的青年。片刻后泯然一笑，一个区2星斗宗居然也敢在老夫二人面前放肆。还有40秒。对于这二人的狞笑，青年犹如未闻，略显懒散的声音从其嘴中传出：杀了他。赵黑脸色阴寒，缓缓的道。听得他的命令，那周围众多黑火宗之人眼神顿时瞬间涌上凶狠之色，雄浑斗气自体内暴涌而出，然后几乎是不约而同般施展斗气，对着那缓步而来的青年暴轰而去。碧绿色的火焰从萧炎体内涌出，化为一团火罩，而那些凶悍攻击在接触到火罩时则是自动烟消云散，并未令得萧炎脚步有半点的停滞。见到那自萧炎体内涌出的碧绿火焰，那赵黑二人先是一怔，旋即猛地失声道：一火。失声落下，二人眼中陡然涌上一抹狂喜与贪婪。黑火宗也是以浴火而出名，对于万火之尊的一火，他们自然是极为的了解。好小子，竟然还有这等奇物！不过既然你自动送上门来，那老夫二人也就好心收下吧。赵黑阴森一笑，与秦魔交换了下眼色，脚掌猛地一踏，两人居然同时出手，对着萧炎暴掠而去。唉，时间到了。在两人动手那一刹，萧炎也是一声轻叹，微微摇头。轻叹声徐徐落下，萧炎周身的空间缓缓扭曲，旋即一道苍老的身影诡异浮现，袖袍随意对着那暴掠而来的两人一挥，顿时虚无空间直接是犹如被无形大手狠狠地揉合起来般，露出诸多空间皱褶。袖袍麾下一股浩瀚恐怖之力如潮水般的悄无声息划过空间，然后没有带起半点波动，轻轻地撞击在赵黑秦魔二人胸口处。噗嗤，劲风袭来，赵黑二人的身体陡然凝固，脸庞上的狰狞也是在这一瞬化为一股惊骇，还不待这份惊骇彻底化开，两口嫣红鲜血夹杂着许些破碎内脏，便是直接从二人嘴中喷吐而出。砰！鲜血喷出，两人身体也是如那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出，然后重重地砸落下地，然后狼狈地在地面上滚了10几圈后，狠狠地撞在墙壁上，隐隐间有着骨骼破碎的清脆声音悄然响起。满厅寂静，所有的目光都是近乎呆滞般的望着萧炎身旁的那道苍老身影，随意一挥，两名6星巅峰实力的斗宗强者居然便是毫无抵抗之力的败成这般狼狈。斗尊？叶仲目瞪口呆地望着那道苍老身影，虽然后者体内没有丝毫气息的溢出，但他依旧是感觉到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。这种感觉他曾经感受到过，但给他这种感觉的无一不是那种踏入斗尊层次的强悍存在。我叶家什么时候与这等强者有所交际？叶仲心中念头急闪，自从叶家逐渐落败后，已经很少能够打动一些斗尊强者的能力，不然的话，这黑火宗怎么也是不敢找上门来了。在其心头疑惑间，目光却是突然见到大厅之外的星兰，当下一怔，旋即似是想到了什么，目光猛地转回萧炎。虽说后者的容貌略微有些改变，但叶仲还是依稀见到了一些熟悉轮廓。他居然便是上次那个萧炎。心中掠过这道念头，绕视叶仲也是忍不住地倒吸了口凉气。上次见面，此人身边还只是有个实力强悍的傀儡，如今短短1月左右时间，身旁怎么又出了一位神秘的斗尊强者？这人定然是拥有着莫大背景，不然怎能让的斗尊强者随身左右？上次倒是我叶家老眼昏花，差点得罪了这尊大神。至于叶仲心中翻腾的这些念头，萧炎自然是不知道。他瞥了一眼那墙角处的满脸鲜血与惊骇的赵黑与秦魔，不由得冷笑一声。先前天火尊者那一击，怕至少也是令得这二人重伤了去，即便以后伤愈，怕也是会留下一些后遗症。这位前辈，我二人是黑火宗长老，今日有眼无珠冒犯两位，还望多多包涵。那赵黑与秦魔狼狈地从地上爬起，满心惊骇间根本就没有半点怒火。身为当事人，
他们对先前那一掌的恐怖尤为清楚，能够如此轻易便是击败他二人的，定然是斗尊阶别的强者。这等存在根本就不是他黑火宗遭惹得起的存在。妈的，这叶家怎么可能还能结识斗尊强者？这次倒是失算了，回去定要告知宗主，以后少打这叶家的主意。瘦死的骆驼果然比马大。两人满嘴的苦涩，强忍着体内传来的阵阵剧痛，抹去脸上的鲜血，却是没有了先前的半点威风。在一名斗尊强者面前，他们这条命就如蝼蚁般不值一提，这一点这二人最为清楚。滚吧，以后再来，我下次便去你黑火宗陪你们叨唠叨唠。萧炎淡淡的瞥一眼几乎被吓破胆的两人，冷声道。闻言，赵黑与秦魔皆是打了个寒战，也不敢说什么，搀扶着便欲对着门外逃窜而去。东西拿走！这两人刚欲出门，萧炎的冷喝声也是紧随而来。这两人又是急忙转身，然后唯唯诺诺地将大厅中的那些棺材收入纳戒，这才在一干叶家族人目瞪口呆的目光中，带着人一句话都不敢回答的狼狈逃窜。望着那狼狈逃窜出叶家的黑火宗一干人，大厅中的叶家族人好片刻后方才回过神来，望向场中萧炎与其身旁的天火尊者时，眼中涌现许些敬畏。爷爷，你们没事吧？新兰的身影急匆匆地跑进大厅，对着叶仲担心的道。叶仲摇了摇头，旋即目光望向萧炎，轻叹了一声，郑重地弯身抱拳。萧炎先生，多谢出手相助了，当日叶家的不敬还请不要放在心中。萧炎听得叶仲之话，一些叶家族人也是一怔，特别是当日曾经与萧炎交过手的几名叶家长老，目光惊异地望着萧炎，旋即面露惭色。萧炎随意地摆了摆手，也懒得客套什么，直接道：此次前来叶家，只是想借阳火古坛一用，不知叶仲长老能否借之一用。闻言，叶仲目光看了一眼身旁的星兰，后者连忙冲着他点了点头。当下他只能苦笑道：萧炎先生今日救我叶家，虽说阳火古坛按照族规不能外借，但如今叶家都是到了这种地步，再固守陈规，恐怕也是只能自寻死路了。见到这叶仲并没有找什么推脱之词，萧炎这才轻轻一点头。叶仲在吩咐族人清理大厅之后，便是亲自领着萧炎一行人对着叶家深处行去。约莫10来分钟后，一片极为偏僻的碎石广场出现在面前，在那广场中央有着一个看上去略微有些古老的祭坛，搭建祭坛所使用的巨石都是布满着岁月的痕迹，显然这祭坛存在的时间颇为长久。萧炎走进祭坛，却是发现这里的光线格外的明亮，而且越加接近祭坛，周遭天地间的能量也是越加的炽热与纯正，一道道宛如实质般的光束从天际倾洒而下，最后经过光滑石壁的反射，尽数汇聚在祭坛中心处的一块漆黑石碑上。石碑之下便是一处通往地底深处的地眼，石碑一开，会有着一些地心火苗窜出，点燃汇聚在这里的阳光，从而形成阳火。当然这只是以前的情况。望着那古老的祭坛，叶仲轻叹了一声，苦笑道：怎么回事？闻言，萧炎眉头微皱。早在几年之前，便是很少会有地心火苗顺着地眼出来，使用其他火焰却是并不能点燃阳光，形成阳火。叶仲轻声道。萧炎微微点头，他此行倒并非是要借助什么阳火，只是想要借助这里的纯正天地能量压制小医仙的恶难毒体罢了。小医仙，进祭坛吧。萧炎偏过头，对着与小医仙道。闻言，小医仙点了点头，脚尖一点地面，身形便是轻飘飘地落在了那祭坛之中。周围那浓郁的至阳之力，令得他黛眉微蹙，有些感到不太舒服。见到小医仙进入祭坛，萧炎迟疑了一下，又是将地妖魁也是召唤而出，然后这才略感放心地行入祭坛。药老先生，请为我们护法，不要让任何人惊扰到我们。天火尊者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身形一动，出现在广场边缘的一处巨树上，盘膝而坐。放心，只要不是斗尊强者亲自前来，不然没人能打扰到你。见状，那叶仲也是识相的远远退开。萧炎微微点头，目光一扫，这祭坛周围有着众多石壁，若是不走得近，
外面的人根本就看不见其中的一举一动，如此一来也算是颇为隐蔽。收回目光，萧炎望着面前有些紧张的小医仙，轻笑一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也开始吧。”